医美化腐朽为神奇，陈哥太外行被呛爆。完全是没有胸部的那一种，我还会粘胶带，那个会破皮的耶。做完之后我就觉得一劳永逸，它的效果是最好，而且又不是侵入式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到北极玩一趟，我就瘦得跟鬼一样。一样啦。这个观光客肯定只会冻伤。脸上动手脚出包，意外考验另一半。他帮我打这里，可是我这里肿起来，就整个像木偶一样啊，夺魂锯。这边，我就这个地方就一直肿着。1个月，我老公都装死，他都假装他没看到。我都会问他，我说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怎样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都长一样啊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网友，俗话说得好，什么？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随着医美技术的日新月异呢，医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维持青春、提升自信的重要选择。的确，今天就邀请到的四位，不多不少。这4位，他们有什么特色呢？经常都自带女神光芒的艺人。哇！要来分享他们悄悄的变美丽的小秘密。心机哦！欢迎他们出场。介绍第一位，无与伦比，各位小心坐稳了。小心哦！王思佳。来了！哎呀，好亮！欢迎苏子成，还有欢迎徐伟宁。欢迎小偷。没啦！欢迎4位。太闪了！女神光芒。这4位可以说是熟女了吧？算好好聊天啊。亲手女啦，亲手女姐姐啦。对。有2个亲手女，有2个小姐姐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请到4位啊，真的算是荧幕 camera face 相当好的。对。然后呢，也美了一段时间了，对吧？一直都美啦。也花了很多的功夫嘛，是吧？今天应该就是一个很值得分享的时候嘛。那最值得我就直接先讲了啦，自体脂肪丰胸，这个很值得吗？非常值得。对。你本来是什么样的规格？我本来是前胸贴后背，然后我的肩胛骨比我的胸部还要凸。哪有这种身材？真的啊，真的很你本来长这样，而且我那个穿泳装的样子，其实已经挤过了。哪里？我已经挤过了，挤不出东西很好看呢。但是就是非常的骨感。你那个时候多大？我那个时候23岁。好年轻23，看起来像15、16，对不对？很年轻，就是非常的巨瘦，看起来就是高中生、儿童身材的。对，国中生，完全是没有胸部的那一种。然后我每次穿衣服，然后再加上我个子很娇小，然后骨架又小，所以我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把衣服挺起来。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有点追求要有点胸部的美感，就事业线，所以我就会尽量的不断的去用很多的功夫去挤我的胸部，然后每次回到家，符合社会的期待。对，因为就希望自己还是跟女生一样美。对，那时候是美，感觉有胸就是美。然后我就会挤，然后越挤呢就是越疯狂，我还会粘胶带那一种，那个会破皮的耶。对，然后回到家已经很晚的时候，我一撕下来，皮跟胶带一起撕下来，然后隔天呢继续粘，对，然后就伤口很痛，但是没办法，伤口在那儿啊，很伤口久了会色素沉淀。对，所以就是有时候你在胸部附近就会有点暗沉，因为就新旧的伤口都在这边。后来我就会回到家慢慢的撕，因为你撕太快的时候皮就会一起撕下来。后来就是下定决心说不要再害怕了，直接就去做。做完之后我就觉得一劳永逸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就不用挤得这么辛苦了，我稍微就是粘个 bra 就可以。像我今天就粘个 bra， 还是有一点点凸起的感觉。可是你总共这样增加了几个罩杯？我 A 罩杯到 C 罩杯，但因为我也没有追求就是非常巨大。大C 啊，你不需要，对，你就不需要就是挤得很痛苦，然后随时随地你就稍微粘一下，那个比较不会有什么排斥反应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如果是植入那个像细胶还是什么的，因为其实那种会有排斥。其实
有的人会有排斥，但是因为我不敢植入细胶，我想说自己的原料自己制造，然后它不会吸收吗？它会吸收，所以那时候，比如说我打入150cc， 它可能会因为不同人的那个体质，它吸收的量不同，所以当时我打了第一次之后，我就是吸收完，就是还剩掉一半，还有一半。后来其实我做了2次，会消了一半，会消一半，我又再做一次，对，因为那时候当时就是做完胸部之后是不能运动的，因为那时候我自己的脂肪，如果我运动的话就会消，就等于没做，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不能加速代谢是吧？加速代谢完全不能运动，也不用去按摩胸部，对，就让它习惯定型在那。对，就是你需要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让它定型。对，如果你举重物，也有可能它也会因为你的动作，它就自己吸收，毕竟是自己的脂肪。所以你那阵子大概多久时间？只要当一团会呼吸的肉就好了。差不多半年的时间，对，将近半年啊。半年我就当会呼吸了，我都不运动，不能运动，完全不能运动。那你既然没有胸部，为什么要穿那样的泳装呢？就几乎我们的表演的衣服全部都是泳装，然后就是 bra， 对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挤到。好痛苦，而且我里面放了好多东西，好重哦，跳一跳东西会掉出来的那一种。天哪，真的荒谬了吧？真的，我跳，然后地上荒谬，真的会掉开出来，真的，而且我这边下巴像这个下面这线都绑得超紧，因为预防里面的重物对会掉出来。它不能固定吗？不太能固定啊，就是里面有大大小小，有，你就是多大的空间有这么大？对，所以就是在那个面积里面，你这样放好，下面放一个，边边垫一个，左这边空杯再放一个，好累，就是这么小小的面积，你就要放好多物品在里面，魔术大空间。对，你知道那种空杯的感觉吗？对，然后不够还会用卫生纸去垫，因为卫生纸可以塑形。而且有时候流汗，它就会就会滑出来。然后你们都有这样弄过？然后还要用手指把它舒晨有这个困扰啊？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布料比较少的衣服，我们会有一些安全措施，就是还是会垫一个东西在里面，预防走光。但我的胸贴就好了。那胸贴也是细胶的。我的目的不是要挤，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跳舞流汗，它就会没有粘性，它就会它就会滑出来，就探头出来，就这样，车头灯就打开了。对，我滑出来了。要收好，要收好。好，感谢小空的分享。看起来这个美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对，小尾鱼，最值得的医美。最值得的医美是冷冻减脂。我听过，我也听过，真的 OK 吗？我跟你讲，其实我当初去做的时候，我也是半信半疑，但是我认真就是觉得它的效果是最好，而且又不是侵入式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到北极玩一趟，我就瘦得跟鬼一样。一样啦，你会把你的衣服脱掉，把你的肉躺在冰块上，这样30分钟吗？你看冻伤了吧？这袁大哥，你是不是有点激动了？不是，你的逻辑很特别啊。那边不够动吗？你觉得那边？这个观光客你只会冻伤，你不会说要冻掉，你会该说的都说掉，对，留下一些你不想要的，吃更多东西，你会变成《北极之光》那部电影。我帮谁问的？我问的很合理啊。这个原理冰天是什雪地的，么？难道不会瘦吗？那其实真的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冷冻减脂其实它就是让你局部脂肪，它是针对局部脂肪。局部，比如说抽脂。它是大腿环抽或腹部环抽，而且它会有手术，你要全身麻醉。要侵入。其实最危险就是麻醉这个东西，并不是你抽脂，抽脂顶多就抽的好跟不好。所以我其实就是想说会害怕，然后但是又会觉得自己，因为我小时候很嗜甜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那种鲜奶油啊、奶霜类的东西，所以我那个马鞍这一块肉，因为你知道奶油跟糖很多都是反式脂肪，甜点类。在这边就是摩托车女生最喜欢抱的男生的，这里 Love handle。对，马鞍这个地方，你知道马鞍是很难健身瘦到的地方。以前刚好20出头的时候，很流行那个很 fit 的裤子，不像这几年流行宽裤跟高腰，所以以前流行很 fit 的裤子的时候，对，然后流行那种很窄的时候，你知道女生如果马鞍那一块有肉，真的就顶出来了。对，你会觉得你的屁股虽然会，就是你会觉得你屁股好像上面多了一块，不是只有在下面，是整个就是离形伸很严重。然后后来那时候就有这个冷冻减脂就出来了，好特别哦。它是一个小探头，然后照到这个局部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局部的这个地方，然后
零下就是非常低的低温，打进去，它不打进去，它就一直在这边，然后你局部脂肪这一块，它就会开始慢慢冷冻。那冻了之后是怎样？它会掉吗？自己排出来吗？它会死掉。可是呢，酷塑是你做一次这个局部的脂肪，你做一次只会减少75%。25%，它会你的效果一次只有1/4的时候，对递减，可是你效果最好其实是第一次，然后第二次就是再雕塑一下。所以总共要做一个疗程要做几次？没有，其实是看每个人个人，像有些，比如说他可以针对他的肚子，就说我要做3次这样子。那个可能要切，对，那个可能要抽的会快一点。你刚说什么？可是它的本体的那个没有，所以我说酷塑只适合雕塑，局部雕塑。如果你是真的很肉的话，还是这个效果一定不好。先运动吧。对。大夫，我到底应该做什么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就如果你真的做什么比较好？因为你如果算了，妹妹，算了，妹妹，算了。但是我觉得整个不要躁动。我怎么讲？感觉都在针对人。那我真的觉得我都飙泪。没事。你很像在咨询，而且你问题有很多。不是，你不要这样想就好，你冷静。不要这样想，你情绪调整一下。对，好。它其实那个只能算是就是单点局部的加强，就像我们脸上化妆化修容的感觉啊。它其实就是那个意思，这是一种修容。可是他说非常值得哎，表示很有效果喽。我觉得巴玉来摸，你用摸的就知道差很多。他还不知道你以前，我不知道你以前不是，可是你会摸它这一块很顺。是不是真的这一块没有？可怎么可能女生到了30岁这一块没有肉？的确啦，真的用摸的其实很明显，因为我这边就会有一个，因为不可能女生马鞍这一块没有肉，除非你是本来很骨感的人。可是我是原生，而且我本来就是肉肉的，所以你知道这一块马鞍要没有肉，我觉得它以局部雕塑，而且一次只要30分钟来讲，它的效果真的非常好，而且它费用不贵，就是几万块的事情，也没有修复期的事情，一个部位，就是一个局部少了25%的脂肪，这个是一个比喻，不是少25%的脂肪，就腰围来说是少1寸到2寸嘛，差不多，可以少1-2寸，我觉得差不多，而且你会整个这一块会缩小，你真的很像在咨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有一种心动的感觉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而且它男生女生都可以做，因为真的，我觉得对于爱吃的人跟你没有那么爱运动，你做完这个酷塑，然后你再加 EMS， 就是那个肌动减脂，我跟你讲，完美。肌动减脂，很激动的就要去减脂。对。它那个其实叫 EM Body， 它是用一台机器，就像有人想要有腹肌，或者有些妈妈生完腹直肌要修复的时候，这块会松掉，它等于就是一个机器帮你运动，就像你不可能做2000个仰卧起坐，可是那台机器就可以做到这个程度，有这么打被动式的，让你被动式的运动，所以它也是躺着，然后机器会帮你震动。腹肌，就是它意思就是说它帮你练肌肉的意思，你自己去这样做。你怎么了？腹肌 rock。对，苏日成先来。我做的这个项目比较冷门我做的都是比较冷门的项目，染料雷射。雷射哪里？像秀纯那样子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本身是那个酒糟肌的患者。陈哥，你知道酒糟肌脸上吗？对，脸上，而且我是算是天生的，我从小就很容易脸很刺痛，然后脸很红，很容易泛红。可是我们看到你都没有发现，因为我已经治疗好了。哦，对不起。所以这算是一种皮肤科治疗的方式。对，这个是医生推荐我去做的。我那个时候酒糟肌用染料雷射就可以。非常严重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去找医生吃药、擦药。你控制在一个稳定期的状态之后，医生会跟你说，你要怎么改善你脸上的泛红，还有一些红血丝。因为红血丝你光靠擦保养品它是没有办法去除的，它就是会在那边，会随着你的情绪起伏，或是你运动什么，你的脸会突然超爆红，或是你有时候没睡好，你的那个酒糟又整个压起来，你的整个脸就会很像晒伤那样，很刺痛、很烫、很不舒服。我后来去看完医生，大概治疗吃药大概半年的时间，然后我皮肤有一点稳定之后，医生就说你要不要试着做看染料雷射？它这个雷射是一种可以把你的血管打爆的雷射，打爆，感觉很怎么打爆？比如说不让它泛红了。比如说你鼻翼旁边不是会有女生会有很多红血丝吗？它就是精准的在你这边啪，然后把你那些红血丝打爆之后，你这边就不会有红血丝了。
打爆他，然后那个时候是打全脸，这样不会有全脸后遗症吗？不会有后遗症所以。现在脸上没有血管了。我现在就是比较没有红血丝了，就是趋于一个正常的皮肤。你的可是身体打脸上没有血管是好事吗？我觉得是好事，因为它不会随着我运动或什么它扩张，让我的脸变得很红，很像喝醉这样子。它也可以拿来打，比如说色素型的那个黑眼圈，这边不是也会有血管吗？它也可以打这边的黑眼圈。可它这本来就是过敏鼻炎造成的啊。那你就是要根治你的鼻炎，它才不会又一直长出来。因为你如果只打黑眼圈，它就是治标不治本。那你刚打的时候不会很痛，或是我跟你说，超痛苦，超级痛苦，因为那个是不能敷麻药的。为什么？好痛的感觉。因为敷麻药，你的血管会收缩，那个雷射就打不到你的血管了。那你怎么撑过去的？就是医生说我给你一个压力球，你就捏着，然后说来，我们要开始打了。全脸呢？那你这个整个打是花了多久时间？1个小时？大概10分钟。那医生就是说，你怎么忍啊1分钟就很痛苦。医生跟我说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们赶快结束它。我说10好分钟打全脸。我说好算快的。可是好来吧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医生就这样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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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眼泪就从这边这样流下来，我就看着那个诊疗室的那个天花板，我就默默流着泪说，我为什么要来受这种苦？好痛苦哦。然后回家之后要冰敷还是要怎么样吗？回家之后，不能冰敷，就是你可以擦那个去淤血的药膏，去红了。因为它就有点像是你膝盖去磕碰到 OK 的那种概念，里面微血管破掉。哎呀！这个是我大概去打第8次还是第9次？要打这么多次？我就是每一个月我都会打完会这么红啊？它就是破坏重建，一点一点的就是淤青，都是淤青。那你这样修复期要多久？应该大概要2个礼拜，要2个礼拜。那你这样怎么工作啊？我那个时候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去打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会这么严重。然后我去打完当下回家还想说，就一点点红红的，没事啊。我隔天有记者会，是要结痂哎，这个要结痂吧？这个不用结痂，它是在皮肤里，它是皮下，它就是像你那一点里面，还有点像是那个啦淤青。皮下出血那种，皮下出血，对，就像有些人皮肤很薄，你会很容易看到它里面有一点点红红的，对，像这种皮肤打雷射都要非常小心。以前有什么净肤雷射，一排人轮着进去打，我打出来变麻子脸，因为我里面也是微血管都裂掉，就是整个都爆开。所以别人打完的脸是干净，可是我是全部一点一点。对，然后我们修复期至少都要抓2到3个礼拜。因为很多人打医美，他为了要看到效果，他会打得很强。跟医生为了要让你有感觉，先丑再漂亮，所以很多人的能量会下很重。可是我们这种敏感肌的人千万不行，我们不能贪快。我们这样一贪快就会毁容的感觉，好可怕。因为我们会要拉回的，对，所以他要很小心。对，而且因为我这个皮肤病，就是我受了很多苦。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医生建议我做的疗程，就是打肉毒，但是不是那种你们看到的那种打肉毒。我的肉毒是医生帮我用手打，分布在整张平均的脸，就是比较薄的地方。它要抑制我的血管，让它不要那么活跃。哦，让它休息。对，让它休息，就是叫它冷静的意思。让它放松。对，但是我不知道医生他那个原理是什么，他是跟我说他是有用稀释过的肉毒杆菌，然后就帮我睡觉。平铺在我容易泛红的地方，平铺，就是小点小点的这样打进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，然后医生就说你要不要做这个治疗？我说好啊，那我做看看。然后就躺在那边，然后也是不能敷麻药，也不能敷麻药。然后医生第一针下去的时候，我就有点抖一下，我就有点痛哦。总共打了整脸打了多少针？我大概半边脸大概20针。哇！新医美神奇感受，却让王思佳被打脸。这个东西叫做 EM Face， 它是一种震波、深层震动的感觉，会有一种外星人进入体内的 feel， 入侵脑袋。我们没有被入侵过，那大概是什么呢？没有看到很多前世今生。那脑子不会坏吗？不会，我跟你讲，他震第一次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已经坏了嘛。半边脸大概20针。哇！
怎么可能？真的，因为我这边也有。你刚刚说的然后补那个感觉应该是玻尿酸的事情哎。不是，它是一点点，因为它是打在肌肉上。不是，肉多。你刚刚讲的那个，你要让这边咀嚼肌变小，还要打在肌肉，因为它要让它萎缩。它打那个叫做皮下，皮下的意思是它打的比较浅层。你打的很浅层，你的体感的痛感会比较高。那是因为他的方式只能选择这样。有些人去做肉毒的注射，比如说我不要有表情纹，有的医生他也会帮你打皮下。皮下的意思就是我让你浅层的静态纹不要那么样的明显，对，你的动态纹不要那么样的明显。那它是因为要治疗他皮肤的状况，有点算是医美方向的治疗方案。了解了，谢谢。非常痛，太痛了。来，新家母，终于到你了。我跟你们讲，厉害了。你觉得最值得，你做的多不多？说实在话，非常多。我跟你讲哦，因为我年纪比他们都大，各式各样的雷射我有没有都试过？当然有。但我觉得我最近试到一个是我真心觉得没有门槛。所谓的没有门槛的意思是，很多人不做医美是怕痛。不能还有什么修复麻醉、修复期时间长，怕人家看出来。那我觉得我做的这个疗程就是这个方向。哦，什么？非常适合全部人哦，全部人，而且我觉得它的收费很 OK。这个东西叫做 EM Face。什么叫 EM Face 呢？刚刚我有跟陈哥讲一个可以打肚子，让你训练你的肚子肌肉，那个叫 EM Body。这个是它的新版。打在脸上的，它是凝胶，它是2大片的凝胶贴在你的左右脸，然后呢，还有一片会贴在额头，背后会有一个传导片。然后它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它其实就是用震动的方式，电波、音波打的叫筋膜，所以你会觉得打到这里很酸，有没有？你会觉得这里很麻，因为它打到你的筋膜层。但是这个 EM Face 跟 EM Body 是训练你的肌肉层。肌肉在筋膜的底下，所以你用原理来讲，我是从肌肉帮你整个拉起来。所以为什么有人去健身会变年轻，整体的提升？那我的年纪如果只有筋膜，不会有太大的感受。可是我想要有肌肉般的紧致拉提感 ，EM Face 就会很适合，是因为它只需要20分钟的疗程。哇塞，20分钟，因为它是深层帮你运动，然后也不用敷麻药，也不用敷麻药，因为它不会痛。大家为什么要敷麻？像他刚刚讲为什么打这个，因为我的体质也是不能敷麻药，所以我打那些电波跟音波我是没有在敷麻的。好可怕哦！完全没有。我打凤凰雷射我都没有在敷麻，我就直接躺在那边，就是这样子做。真的是为爱付出代，为美付出代价。因为我敷麻，我脸会肿得像猪头。然后呢 ，EM Face 的好处是什么？它只要20分钟，洗完脸就卸妆洗脸完之后，直接贴2片凝胶，这里贴1片，这边贴2片，它就可以帮你调能量。每个人可以适应的这个能量不同。那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感觉？深层震动的感觉，会有一种外星人进入体内的 feel， 入侵脑袋，入侵脑袋的 feel。我们没有被入侵过，那大概是什么呢？没有被入侵过吗？你上次被入侵是什么时候啊？因为1个月前，看到很多前世今生，看到前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种震波。那你想想看，因为它离脑袋很近。你这个开始震的时候，你会有种就是脑袋没办法负荷这种事，因为第一次那个感觉太强烈，因为它是2块震1次，额头1次，它是这样交替，它不会一起，就等于是你会感觉到你这个深层底部是整个这样子被拉起来的，然后震额头这一块的时候，因为它非常接近这里了嘛，那脑子不会坏吗？不会，我跟你讲，它震第一次的时候，你觉得它已经坏了吗？没有哎，我还觉得震回来了哎，你震到这个时候，你会觉得有一种就是脑袋被看，就是好像有人把你的就是看到你里面的记忆的那种感觉。可是几次轮回之后，你就觉得可以适应。我第一次在一种震惊当中做完的这件事情，20分钟一晃眼就过。我第2次是睡着了。他多久要这样保养一次？他的官方建议是你要看到最好的效果，1个礼拜打1次，连续打5周。效果1个礼拜打1次，然后就可以休息一阵子。我刚做完的时候，我整个脸是这样子紧上来的。我做1次就觉得很有感觉。然后它的好处是，如果你同步有在做音波跟电波的人，等于你从肌肉、筋膜同步拉，再打一点肉毒，你就
深、中、浅3个一起拉上去，效果是最棒的。好难想。等于它是包套啦。这位顾客他想刷卡，真的，而且你知道重点是男生也能做，因为男生怕痛，对怕针，对他们不可能什么电波、音波在那边烧，他们不像我们压力球压2颗都可以，他们不行，他们有的时候刚放上去，他们就在叫。因为我们要准备一打给你知道，陈其实哥。尤其是这2年吧，一直在强调轮廓，所以很多的医美的项目，他们全部都针对轮廓。可是早期的轮廓定型都是从填充开始。这一集好适合医美诊所治愈。其实我觉得高级的医美是让你变成自己的2.0版。对，以前我们去追求整形跟整容，可能是想变成别人，你看不出来这人做了什么2.0，可是你觉得他变漂亮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不着痕你之前迹。跟之后的照片呢？看不出来，一直都蛮好看的嘛。全都硬了，结果捏好，给你压力球，给你。但我可以分享，我还有个觉得也很值得。虽然思佳那个是就是比较怕痛的人，但如果你可以就是可以打麻醉的，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分享就是埋线。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埋线好像听过很多埋线，对，埋线可能很恐怖或怎么样。以前我也是很担心就是要埋线这件事情，但是因为我的脸是比较肉感的，就是现场所有的人我的脸是最肉的，对，我也是肉肉的，对，没有，我也是肉的。对，你算肉，可是他比你更肉。对，你知道随着就是真圆呢，就是圆圆，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本来碰会会往下拉，这边就会整个垂下来，就很像那个就是跟脖子连在一起。对，就是这边就完全没有线条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有朋友推荐我去试试看，但是因为那个他当时是觉得说我的年纪不用到埋线的程度，对，但是我还是去给医生看。那医生看完之后，他发现说，我真的很适合，因为我不是只有肌肉强壮而已，我还有很多的脂肪在我的脸上面，对。然后后来我就决定，当时我就决定埋，然后他是帮我敷表面的麻药，大概半小时，然后要开始埋的时候，它这边有一个洞，它还会再注入那个就是食盐水，食盐水里面还是有点麻药的成分，它就从这边头皮这个地方。这边这一块，然后就那个线有这么长，因为每个人的脸的大小不一样，他就开始把线穿进去，然后就穿到这。这些你都有感觉到吗？你有感觉到线这样？有感觉线在里面，就是慢慢，而且它越过你的骨头，因为每个人的颧骨的位置不一样，所以那医生的技巧也要蛮厉害。然后他就这样子转，然后这样子穿到这边，然后他就会开始往上拉。往上帮你拉，它这边必须要有一个支点勾住啊。它那个线里面就有一点点钩子，就有一点点小小的钩子，然后就是可以往上这样提，就提，然后提完之后多的线要把它剪掉，然后这个线会自己再吸收，它这个线会再吸收，拉上去的它就定型了，对，就定型了，然后它线就剪掉，就定型了，然后你就看到你半边脸这边提上去，这边还是原来样子，对，就立马，哇塞，立马就线条就出来了。雕塑身形超努力，爱真忍痛白花钱。消脂针打完之后，腿反而变2倍粗，但3个礼拜才完全就是恢复正常。我跟你讲，我没效，为什么我没效？然后你还白肿了3个礼拜，对，所以下身也不 OK，就帮人家打，对啊，家暴。然后你就看到你半边脸这边提上去，这边还是原来样子，对，就立马，哇塞，立马就线条就出来了，立马就出来了。这个也差太多了吧？对，就是而且它可以维持1到2年，就是看每个人的生活习惯，所以就是整个差太多，真的，整个下巴都出来，因为我右边感觉瘦了20公斤，对，我其实没有变瘦，我只是脸型就是整个拉提了，就大家看到我之后说你是不是变瘦了？没有，就是因为技术真的太厉害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有条件的，因为他脸有肉，如果是脸没有肉，但是可能就没办法，像我就没有办法做。再这样弄太刻薄了，不行。你确定不是个性的问题吗？是个性的问题。对，是不是差很多？你有时候太直爽了。他没别的意思。我知道，他跟你是一样的意思。I know。好，但是接下来我们得要说点不一样的。哇，在医美的这件事情上，怎么了？真的忘不
了，忘不了。做医美时居然让我遇到这种事。遇到什么事？我那个时候不是打完那个染料雷射，我整张脸跟一颗骰子一样。好多点，对，很多点，而且那个淤血是我没有想到的，那么颜色那么深，他没有跟我说看起来好像被烤肉酱烫过，烤肉酱一个一个。他没有跟我说颜色会如此之深。我隔天有一个记者会的工作，怎么办？那遮不住哎。我把家里面所有最遮瑕的粉底全部翻出来，还有遮瑕膏那些的。我前一天晚上我打完哦，我就在家里面试。我就在那边试，我说哪一个遮瑕膏可以把我这个颜色盖掉？试，发现要好几种叠加在一起，它才盖得住那个颜色。可是那样粉感不会超重吗？超重，超爆重，而且打完隔天起床，因为你皮下出血，你整个脸是会有点浮泡泡有点水肿。然后我好不容易把那些骰子点全部盖完之后，我到记者会现场，所有人都这样看着我说：“我们觉得你今天怪怪的，可是又说不出来哪里怪。”我说我是不是脸看起来泡泡的？他说，对你脸泡泡的，就是有一种肉浮在脸上的感觉。我就说哦，因为我昨天去打医美，我打染料雷射。我说你看我照片，我昨天这样子，然后每个人都玉林哥的那种倒退，说啊怎么会？我就要从头再解释一次，因为染料雷射就是把你的血管打爆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叭叭叭讲完之后，他们最后问我一句说。哎，你那个遮瑕是什么牌子的？好厉害哦！重点放错，因为你给人家看的那个照片，一定会买遮瑕，对，太好了。你应该要置入一下。所以我今天有带来就是。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们放错重点，他们就是一直在狂问我遮瑕。不会，这真的是重点，这很重要哎，很重要。我们刚刚看那个照片是很难盖的，不是应该要先关心我吗？还有你有给我们看到那张照片，对，不然你们不会相信。真的，我是最难忘什么事情？我其实应该是说，因为我除了马鞍之外，我其实因为我刚刚有说我整个人生自己是比较肉、比较圆的，原身体的。对，我是圆形身，所以其实我就算以前42公斤，然后身上就是没有肌肉的时候，我还是整个人看起来很圆，很像一颗气球。所以我那个时候花了3年时间去健身嘛，去运动，想说看能把身体雕塑雕紧实。结果呢，我就把我的脂肪呢全部练成了肌肉，然后我觉得反而我的大腿变更粗更壮了。后来我就是去看，那时候刚好有出了一个品项。然后是关于雕塑类的，身体雕塑类的，叫做那个消脂针。我其实是先看了我一个女生朋友去做，她是去打下巴，然后就去打完之后，哎，她双下巴真的不见了，我就说，哎呦，这个东西有用。我也要。对，我就说那什么，他把脂肪吃掉了吗？他就把局部脂肪代谢掉。我就说好，然后我就问医生说，那反正他打局部少少的嘛，那如果今天我想要打大腿后侧，因为很多女生大腿后侧不是会有那个橘皮哦，不是橘皮，是那个就是凸起来哦，会有那个脂肪囤积。对，脂肪囤积就凸起来，我现在应该也还是有。一点点。对，你看，可是我之前是很严重，是更大一块的。哦，这边是更大一块，现在是有消了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去打。然后刚好我打的时候是夏天，夏天的时候我是打整个大腿后侧全部，从微笑线。它是分点打吗？对，分点打，从微笑线，然后往下打，然后一直到膝盖这边。没有，它不能揉。他就是打完，然后打完之后，你知道你后面整个地方啊，因为我就说会肿嘛，他说不会，这打完就没什么，反正他就在里面自己会作用啊，作用完之后脂肪就会代谢。就是消脂针打到皮下组织就对了。对，打完之后，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太紧张还是怎样，我后面呢，我腿肿，我打完之后腿反而变2倍粗。你有排斥是不是？我整个那个。发炎，因为可能刚好第一个是夏天太热，我去出外景，外景我不是都要坐很久的车吗？车程都坐很久，那时候大腿完全没办法，因为会流汗，然后全部底下整个后面都是针孔啊，然后肿很粗之后呢，我后面整片淤青，很像被家暴，很像被车子从后面这样撞过的感觉。这不用去急诊看一下吗？这医疗疏失啊！爱美不怕变脏鬼，陈哥吓到说不出话。
抽脂抽完之后是整个腿都是会联动的，所以我的2条腿像无骨鸡，黑色的。不是要穿什么压力裤还是？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必须要穿那个塑身衣。我穿的时候我就不能把它脱掉，是因为我脱掉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再穿上去，会很痛。因为你知道，因为总要洗澡，总要我都不洗啊，你都不洗，我还有去上陈哥的节目，你应该没有闻到异味。没洗澡的时候。可是后来他就跟我说，其实正常，可能是我打的时候太紧张，所以我的微血管紧绷，那针下去它就会爆微血管，所以我才后面整个会这样，然后发炎，然后这样好可怕哦，真的很可怕。而且医生没有跟我讲，我是后面回诊才知道会有代谢，然后要2个月这件事情，我原本都不知道。然后奇怪，怎么打完之后，那整趟大概有2个礼拜的时间，我尿尿都会有那种阿莫尼亚味。然后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尿道炎，我还先去看了妇科医生，说你很正常啊，你都一切正常，你没有怎么样。然后后来刚好我看了妇科完之后，就接着那个医美的回诊嘛，我就去回诊，然后医生说你这1个礼拜多，你有没有什么状况啊什么？我说医生，我那个肿得跟象腿一样，还变2倍粗，而且他说你这个就多擦淤青药推一推，那个很正常，就是微血管爆掉，他怎么说的云淡风轻的？对，他是说的云淡风轻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这个消脂针都才刚出。然后因为可能他说你的剂量可能一次打的部位比较大，一次剂量比较大，所以这个反应会比较强烈一点。然后我就说，但是还有一点，我觉得蛮奇怪，是我的那个尿尿一直有阿莫尼亚味。然后他就说，哦，你那个就代表你脂肪在溶解，在代谢。是这个道理吗？对他是这样跟我讲。然后确实过2个礼拜，我整个消肿完什么，然后他后来还给我开了消炎药啊什么的，让我整个都好了，大概3个礼拜才完全就是恢复正常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效，为什么我没效？然后你还白肿了3个礼拜。对，那我这边跟大家讲为什么没效。消脂针只针对于脂肪，不针对于肌肉。可是我前面花了3年的时间去健身，都是肌肉，所以我身体全部都是肌肉。那像身也不 OK 就帮人家打。对啊，瞎爆。先验一下你的肌肉量跟脂肪量的比例。而且重点是会有这些后续的东西，前面就要讲啊，咨询的时候就要讲，可能有多少风险、多少副作用，真的，我觉得这好危险。这一份虾，对，公布名字讲出来，忘记了太久了，小时候的事情。可是要把它公布出来。但我讲真的，其实像身体很多肌肉的人抽脂也没办法抽，你只有脂肪才是可以抽掉。理解，对，漂亮，这是应该厘清的观念，蛮好。我没想到的事情，我也要讲说，我觉得最值得是丰胸，那没想到的也是丰胸。对，遇到什么事？因为其实丰胸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就是照顾。术后的照顾，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自体脂肪丰胸，是要必须抽脂的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不是刚开始那个时候要抽的时候，我才30几公斤，其实我的脂肪是不够的。然后我有为了这件事情，你不是增重了吗？我去增重了，对。然后呢，我大概把自己再吃胖大概2-3公斤，准备那些脂肪要达到自己的胸部里面。那我后来因为我抽的位置其实有4个部位，也算蛮多的。我抽了大腿的内侧、外侧、腰间肉跟屁股的下围，就是女生最容易囤积的，可能有脂肪的地方，对，最容易囤积那个脂肪的地方。然后我就抽出来之后，我就打到胸部啊，但是因为抽脂抽完之后是整个腿都是会联动的，所以我的2条腿像无骨鸡，黑色的。不是要穿什么压力裤还是？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必须要穿那个塑身衣，而且是连身的，是从那个脚踝的地方穿到这边，是你像那个潜水装那一种，然后就是整个都穿着。那因为我穿的时候我就不能把它脱掉，是因为我脱掉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再穿上去，会很痛。因为你知道，因为总要洗澡，我都不洗啊，你都不洗。而且对我那时候还是夏天去做，有点后悔，应该要冬天。夏天去做，你知道我不洗澡，我里面翻出来全部都是白白的那个汗吗？汗结晶吗？对，就是盐巴。对，就是，但我只能擦澡，你知道，我只能擦澡。这样要多久？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，我都不洗澡。我还有去上陈哥的节目，你应该没有闻到异味。没洗澡的时候，我还有去上你的节目，应该你也没有说，应该就是没有异味啦。对，就是我有把自己擦干净。我没说有没有可能是吓傻了呢？没有，就是，但是你知道，就是一定要
做这一定要穿着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脂肪抽掉，那你知道只剩下皮跟骨头。如果我不穿的时候，它会摩擦，会更痛。然后如果我没有术后照顾得很好的话，皮就会皱皱的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一定要让它 hold 住，所以我就很认真穿了1个月。对，我 hold 了1个月。对，但因为术后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刚才有讲说不能运动，所以不能运动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刚打完之后，我也是整个人就是很肿很浮，对。但不能运动，我就是直接都躺在那边，就尽量都不动，发现抽完脂的地方变得更胖了啊，就是。除了胸部为了让它 hold 住，但我不能运动，所以我下半身也都没有运动。然后你知道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那个囤积，然后呢，就是也吃的比较多，我就发现我的下半身胖的比原本抽脂还要再大1倍。真的值得吗？后来，所以我才说我去抽了第2次，我就是10个月，就是过了10个月之后，我说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再抽。对，这样不是还是很傻，很傻。就是我大概知道要怎么照顾跟怎么饮食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就。不能吃太多淀粉类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，如果要动的话，不要动上半身，就是下半身就好，尽量就是还是得要维持一点少量的活动，对，所以我就抽了第2次，再把它打进去。但因为本来自体脂肪就会自己吸收1半嘛，所以我再打进去那个量，可能对我来讲就是刚刚好 hold 到现在，已经10几年了，它也没有再往内消。你如果重新选择，你还要走这条路吗？你还要这样弄2次？会，但是如果因为我没有经历过，我还是会做这些事情。现在的审美观已经没有在追求大胸了。对，我就是现在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很大很大，但是就是要让自己至少有这件事情，就穿衣服要挺起来，不然就真的没有胸部，就是没说这个，很像小孩子。对，对了，没错，你说的没错。是。来啊，季佳母，这个必须要讲，就是让你遇到。我觉得医美在做的时候呢，最怕的就是那个风险。当然。但我觉得我踩坑的次数算少，是因为我都会问得很详细，跟我很清楚我自己的体质。可是我曾经遇过有一次，真的是让我大傻眼。脸上动手脚出包，意外考验另一半。他帮我打这里，可是我这里肿起来，就整个像木偶一样啊，夺魂锯。我就这个地方就一直肿着，1个月，我老公都装死，他就假装他没看到。怎么可能？我都会问他，我说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怎样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都长一样啊。因为以前大家喜欢打填充物，什么玻尿酸，那我是属于脸比较凹的，其实我跟小抠是完全相反的，所以他能够做的跟我能够做的其实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就要做一些填充。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其实玻尿酸这种东西它有分品牌，有分不同的厂牌，比如说有的厂牌出来比较久，那比较久表示比较多人打过都 OK，那一定会有新的东西出来。那个时候医生就跟我建议说，你要不要眼下这边补一点？我们有新的。我说新的那可以试试看哦。那这个时候如果通常医生他应该就要跟我讲说，有些人可能会过敏反应，可能市场反应还没有很多。对，等于是你打的基数不够多的时候，可能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反应，可能会有过敏的问题。他就说，那你可以打那个新型的，打那个眼下补一点点就。我想说应该也还好，补这一点点能出什么错呢？我就补了，补了之后这里还长一样。我是全部变大了，为什么？那这样不是这边更凹了吗？你有看过电影吗 ？I wanna play again， 你有看过那个吗？夺魂锯，它不是这边超大吗？对啊，我1个月就长那样。为什么？1个月，然后我跟你说，好可怕，真是从这边戳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？他没有动我这里，他帮我打这里，可是我这里肿起来，就整个像木偶一样啊，你就会觉得这里肿起来。然后我就一直拍照，我就一直问他，我说医生，为什么？他说我没有遇过这种事，我也没遇过，但他是医生，我只能问他。然后呢，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。我说你是医生，你都不知道，那我要去问谁？他就跟我讲一句，他说不然去做个身体检查吧，可能是你的免疫系统有问题。我说你再跟我讲一次，我哪里有问题？你懂吗？就是我们要沟通，因为我只能问他为什么，因为你这个时候去找别人帮你处理，不会有人接手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这个地方就一直肿着。1个月，我老公都装死，他就假装他没看到。怎么可能？真的啦！因为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老公求生欲有多强？没有，我老公求生欲真的很强。
强，因为我心情很低落，对，我心情很低落，我觉得我自己长得很奇怪。可是我都会问他，我说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怎样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都长一样啊，他就是这样啊，我没有啊，有吗？你有变吗？可是我知道他在骗我，可是他越这样，我也会觉得心有点酸，因为他不敢讲。放大那个效果，事实上也没那么没有，真的夺魂剧，我真的认真。1个月过后，我真的是情绪低落到我真的觉得我要发疯了。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有个朋友，他是做医美的顾问，他就跟我聊天，他就说，哎，我觉得你这个情形听起来很像延迟发炎反应。延迟发炎反应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对于这个地方的你打了这个东西之后，它出现一种发炎反应，但它不是立刻，它是在后续才出现的。然后，但我就说，可是不对啊，我没有打这里啊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有可能是你打这里的时候掉下来，打的位置可能不够好，打了这边掉下来之后跑到这里，然后这个地方起了发炎反应。还好那款玻尿酸可以打降解。他就跟我说，不然你去叫医生打降解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他帮你打降解，是不是表示他打错了？他就要承认，他帮你打降解，是不是表示你对这件事，你对这个东西是过敏的？对。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会有这个问题，对，所以他不要帮我打降解，他拒绝。要怎么？他说为什么要打降解？为什么会是玻尿酸的问题？你有去做身体检查了吗？他态度就这样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不管，这是我的最后一条路，你就给我打。如果打完降解我还长这样，我就 play again， 你懂吗？我就心里在这样想，不然我都已经这样了，我就去这样，那我就办他，好不好？我就这样。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心一横，我就 play again， 我就每天就一直讯息轰炸他。我说我就是要打降解，我就是要。他本来不愿意，然后我说你就帮我打，打完我再也不会烦你。如果打完我还长这样，那我认了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就去，他就帮我打完降解。我跟你讲，我2天就消了，我就变回原来的样子。所以你本来发炎了1个月，所以你看，现在珍惜原来的长相了吧？我现在珍惜。女人永远对自己不满意，不是，是应该是讲说我没有料到，因为我觉得我打过其他东西都没事，可是真的就会有一样东西，你的体质就是不行。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嘛，我也没有听过延迟发炎反应。对，所以我后来就发现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属于体质特异，或者你曾经发生过这种事，一定要跟医生讲，因为你讲的越清楚、越详细，越可以避掉这些事情。我觉得术前的咨询真的非常重要，而且不是别人成功，自己就一定就会成功。对，没错。刚才谨慎如你，其实你已经算是问这个问那个瞻前顾后的了，连他都会出现这个事情。对，所以你刚才其实你们4位的不同的角度，就刚好讲到同样的事情。真的是在乎所有跟他接触之后能够产生衍生出来的一切事情，没错，要问得越清楚越好。对，那个香奈儿女士有说过一句话，Coco Chanel， 没错，她说呢 ，Beauty begins the moment you decide to be yourself。哇，什么意思？她就是说，美丽呢是从你决定成为自己的那一刻开始的。我很喜欢这句话。没错，美不美丽呢？这从来就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定义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不是别人怎么看，而是当你喜欢镜子里面的自己，才能在无论在任何的何时、各种状态，都是自己的最佳状态。祝福大家都能够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女神，活出属于你的光芒。OK， 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